看一下现在时间7:50。富士山山顶上的那一片云已经飘过来了。那现在山顶上呢，剩下了一朵丽云，斗笠的笠，下面像一个斗笠戴在上面。啊，好可爱哦，好像一个人哦。哇哦！你看天空呢，已经渐渐展开来了，因为呢，太阳已经升起，所以整个天空呢更开阔。然后现在就有一阵风吹过来，一风吹过来的话，你看那个富士山后面的云呢就变多了，而且逆富士又排不出来，因为湖面的水波纹呢增加之后，富士山的倒影呢就不见了。哇，真的是只有这半个小时才抓得到逆富士。阳光、风缺一不可，天气缺一不可。哇，我觉得很棒的是，订到这边的民宿，然后离这河口湖岸这么近，我可以呢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捕捉到这么美的富士山。好，我现在先回去民宿。还好这个湖水波浪不会太大，然后湖水水位也不会太高。然后我刚刚就从这里这样，哎呀，穿越这一水芦苇，走过来。再看他一眼，明天早上再来一次，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逆富士，还有富士山。7:43。早上起来天气感觉比昨天好，因为很早就有太阳，而且云没那么多。你看这个车上有结薄薄的霜。感觉就很像我们去年去武陵露营的那一次一样，晚上可能有结薄薄的霜，可能武陵还更冷一点我觉得。而且我们是睡帐篷，还好我们那时候有带暖气。我现在也一样是走到这个湖边，去看一下今天拍出来的逆富士，应该跟昨天不一样，因为今天早上阳光还蛮大的，但是天比较没有像昨天那么蓝哦。那富士山上还是有一大片云在它头顶上。可能是今天阳光稍微亮一点，所以感觉这个湖面反射的光也比较亮。哇，看到了，美美的，雾雾的。可能早上起来那个空气中的这个
雾气还是比较高一点。所以如果时间再晚一点，可能9点多的话，雾气散去，我们的富士山就没有那么像一层薄纱这样子罩住它的感觉。现在是清晨，所以湖面上可能还是有一些水汽在，所以看起来就很像一层薄纱罩住了这整个湖面跟富士山。我今天等一下继续往前面走，看不同的角度拍出来的逆富士什么样的感觉。然后到春天的话，这一排全部都会是樱花哦，超美的，但相对人也超多。然后如果是秋天来的话，在那边有一个枫叶走廊，那应该也是整排的，就是过了马路之后那边有枫叶走廊，那边也是一整排枫叶。到时候秋天来，那也是非常多人，非常多的观光客来这边看赏枫。我刚刚从那个方向走过来，这里景又不一样了哈。好，我走下去看看。哦，那个是我们旁边那个高级的旅社，叫做秀峰阁，但它看起来像是在外部整修。它可能这个时候算是它的淡季，它就利用淡季的时候做一些建筑外体的整修。那毕竟这也是算当地一家老字号的饭店。也可以看到它就外面都架起了鹰架，可能在做一些拉皮的工程吧。因为毕竟疫情3年影响，没有观光客。那现在重新开放的观光客回来的话，他用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比较美的面貌去做一些微整形，让它第一眼的漂亮。然后这边都有工程施工，反正这些施工人也是很辛苦，早上7点多就在这里做。哦，太阳出来了，这个地方这个角度离太阳也是从那边照过来。消防用道路不可以进去。